妈，哟，这新店开张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？要不要来一杯？不用。你知道我今天干嘛去了吗？拿你的资料去找人相亲去了。我发现啊，你除了外形还可以，其他没有任何的优势。对我这么高的赞誉啊！哎，这几个是我帮你筛选的，每一个年薪都在50万之上，你自己挑挑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现在相亲竞争有多激烈吗？都是95后的天地，你一个90后还想挑啊？那我就一辈子单着，那就彻底完了。一个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，等于白活。妈，你要是再拿那些老掉牙的思想来逼我，我明天就去出家。你去啊，现在寺庙都要研究生，你想出家，人不要你。小欧，你别嫌麻烦啊，妈是为你着想。你年纪又不小了，还这么孤苦伶仃的，连喝酒都没人陪，妈看着心疼。你和那个严谨，你俩之前到底算什么？我们俩就从来没开始过，什么都不算。那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差呢？比之前跟赵天辉分手之后还要糟糕。你和严谨的事情你不想说，妈也不再问了。但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自暴自弃呀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不就找一个男朋友吗？那些歪瓜裂枣我看不上，要找我自己找。你不是说的气话？您就回家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把人给您带回去。怎么样？不像没人要的水平吧？风采不减当年啊！你别说，这件衣服你穿还挺好看，这牌子特别好，你喜欢穿走。这么大方？这是唯品会买的，现在天天折扣，我准备再买几件。真行。季晓，你说你突然间打扮成这样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不是让我要展开一段新恋情吗？我不得打扮打扮。哎，我们这边哪个酒吧最火，帅哥最多？你带我出去浪浪呗。是不是严谨又刺激你了？我就是不想再像以前活得那么无聊，我想像你一样多出去走走玩玩。好，反正最近学做菜也学累了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喝个酒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姐今晚就带你飞。方一雅，
你就是个鸽子精啊！说了来喝酒，你也不来。你可真能折腾，我都玩好几天了。我今天真有事不陪你了。随便，反正我喊了月月他们。哎，你呀，就是个重色轻友的人。你好，美女。美女，你们干嘛？一个人咯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我们两个陪你啊。是喽。自作多情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其实我挺喜欢你，咱们去那边玩玩啊！啊，就玩一会儿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就是喝一杯嘛。放开！走了啊！放开！谁啊你？给我滚！你紧着个屁了！喂，你走。等一下。小雨，怎么是你啊？姐，你喝多了，别再喝了，走，我带你回去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，你能不能别像我妈似的管着我？我要去对面的酒吧。别去了，姐。你别拦我，我就想喝点酒。回似水流年，我陪你喝个够。似水流年多没劲呀！我天天待在那，我都要待吐了。我就想玩一下。正好，你来了，帮姐抄个酒喝。走。纪晓，你还是纪晓吗？我是不是有这么重要吗？就为了一个严姐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你这么做不会惩罚任何人，只会让坏人更开心。你别把我看得那么重要，我作不作践自己，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人家快活着呢。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，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以为你泡夜店、泡男人，能让自己好受吗？不会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种女人。你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更痛苦，更厌恶自己。忘了他吧。忘不了。我忘不了。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走，咱们回似水流年。
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我不再爱你了。严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利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对不起，小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醒了几点了？11点多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店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今天就躺着休息吧，多喝点水。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呀？战宇送你回来的？就战宇一个人吧？是啊，你昨天晚上又吐又哭的，战宇一宿都没合眼，一直守着你，直到早上起来才给我打的电话。想什么呢？哎，没想什么，我就头有点痛。你刚刚说什么呢？我说战宇可真是个小暖男，昨天一宿没睡陪着你不说，早上起来还给你熬了粥，等到我来了以后，他才放心回学校。这走之前还千叮咛万嘱咐。说真的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战宇啊？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？我对战宇真的没有感觉。可你挡不住他对你有啊！你管得了自己的心，管得了战宇的心吗？自从你跟我说了那件事之后，我也觉得战宇对我的好有点过。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找个机会把这话跟他说清楚？人家战宇也没跟你正式表白，你这样两个人都尴尬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感觉，战宇这辈子只能当我弟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放不下严谨呗。忙你的去，再睡会儿。死丫姐，我也不舒服了吧？我来擦，你歇着。哎，我没事儿。小雨，你这2天照顾我都没怎么休息好。
今天早点下班吧。我不累，今天张鹏不在，这么多活儿你一个人干不完。小雨，这段时间这让你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哪儿的话，前段时间你一直操心我和我妈。姐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想就像现在这样，照顾你一辈子。那怎么行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好姑娘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你要过得好，姐才可以安心。结不结婚，我也不结婚。你个小屁孩跟姐比什么？我是让你多为自己考虑，听话，早点回家，你妈妈还等着你呢。可你身体还没好，真的不需要我陪你。哎呀，我真的没事儿。那天我是抽风，喝多了说胡话，你别放心里，早点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记得晚上要是失眠或者是身体不舒服，就给我打电话。回去注意安全。钱我走了。你凭什么认为战宇是被情杀的？他喜欢你，不是吗？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？战宇被杀害以后，又被凶手分尸了，手段极其凶残。就算不是情杀，也得是个仇杀。以你对他们的了解，战宇和严谨之间有仇吗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不是跟那个小美人在一起了吗？根据严谨的口供，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小美人，他接近小美人是另有原因的。在他心里，他唯一喜欢的只有你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伟子做东，他说有些话想跟你好好说说。严总，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安安静静的喝场酒。这杯酒我敬你。刘总这杯酒敬的，我有点不太明白啊。这第一杯酒，为我之前对你那些冒犯的话向你道歉。刘伟，我就是个糙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严总别往心里去，之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。第二杯，我爹妈走得早，身边再没亲人，梅姐就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。谢谢你舍身救了梅姐，也希望你从今往后能够善待梅姐。啊，第三杯，从今天往后，希望咱们兄弟俩能一起联手干更大的事儿。头一回听刘总说这么多话，有点不太适应。我呀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都在酒里。好了，来坐着吃菜，吃点来。
哎呀，看你们两个喝酒的吓人劲儿的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陪我去逛逛商场呗。我想去买2件新衣裳。有什么喜事儿？对呀，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吴峰已经到梨园了，约我们明天在盘龙山见。哦，对了，晚上你得安排一下啊。没问题。他这个人啊，特别迷信。哎呀，非得说跟我们见面都得穿白色的衣服。这么讲究？什么讲究啊？就是封建迷信。要不是为了赚他点钱啊，我才不跟这种人打交道呢。我那白色的衣服啊都旧了，所以想买身新的，图个好兆头呗。好，一定会给你买一件最好看的衣服。婚纱呀？大婚纱。赶快吃。豪哥，好久不见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梅姐，严总。梅姐好，严总好。你好，曹哥。老吴呢？还办呢？放着呢。刘总，梅姐，里面请。严总，请留步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严总属下和吴总今天犯冲，不宜见面。麻烦您跟吴老板说一声，严总是我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。咱们自己人见面，这些规矩就免了吧。受了，梅姐，吴总的规矩谁也破不了。你犯冲，你没事儿，一切都听吴老板的。那这样吧，超哥，麻烦转告吴老板，今天晚上我做东，到我的餐厅吃点海鲜。多谢严总，吴总吃素，而且今晚还约了重要的朋友，心领了。啊，那行，那你们进去聊吧。啊，我也好多年没来过盘龙山了，我到处转一转啊。去。两位，里面请。吴峰有意避而不见，让我有些手足无措。如果见不到吴峰，我就永远无法真正切入贩毒集团内部，而寨宇那边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。哎呦，你可来了！什么事儿？找我什么急？先坐。是不是吴峰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？可别跟我提他，你可不知道，这昨天你走了以后啊，这个吴峰带着我是又烧香又拜佛的，后来又见了什么慧远法师，听他讲座，这一下午啊，一直在听他讲什么人生放下的道理，听得我脑袋都快炸了。这慧远法师啊，可相当有名望，一般人都听不到他讲授。这吴峰面子够大的，也是够迷信的。关键是见完了慧远法师之后呢，又去见了一个周大师，结果就出事儿了。算出个凶卦。凶卦怎么说啊？
这周大师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吴峰的八字啊不适合往西走，如果要走的话，就得找一个海中金命破一下，要不然这次合作生意可能就会特别不顺利。然后吴峰就想起你来了。我？对呀，你海中金命啊！啊？为了让你跟吴峰见面，我不是把你的八字给他了吗？他清楚地记得你就是海中金命，这事儿就你能破，所以吴峰要求今天中午12点必须跟你见一面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们之间的生意就不做了。哎，不是，之前还不是说我跟他属相相冲，不宜见面吗？怎么今儿就没我不行了？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跟刘伟现在肯定是不行了，全都指望你了，弟弟。梅姐说的对，这事儿啊，只能有劳你了。还请周大师帮我们这个忙，钱多少不是问题。早就听说严总不凡，今日一见，哼，果然是大富大贵之相。谢周大师吉言了。不过严总也真是不同啊，吴老板和我有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全林园还有比周大师更会看相的人吗？既然严总这么胸怀大义，我岂有拒绝之理啊？那我先谢过你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既然上山了，何不算上一卦再走？下回。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仗义。来，敬海中金命。吴总，今天喝的怎么样？哎呀，今天喝的是太痛快了，再喝点吧。哎呀，今天跟严先生真是相谈甚欢呐，您真是我命中的贵人。梅总，眼光太棒了。吴总独具慧眼，您能这么说，我心里头才更踏实啊。感谢吴老板瞧得起我，以后吴老板有任何需要就管吩咐，小言在所不辞。好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梅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再休息。纪晓鸥，你还是纪晓鸥吗？就为了一个严姐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我作不作践自己坏人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，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。我忘不了，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的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纪晓鸥就要被某人给玷污了。不行，你赶紧走。要是被刘伟的人发现了，纪晓鸥还得因为你遭殃。只要你不说，没人能知道。云锦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丽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不要丢下我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对不起，小鸥，对不起。你该走了。跟我下来。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纪晓鸥她只是你姐。是你让我照顾纪晓鸥的。我让你打着照顾她的旗号追她，占她便宜了吗？你别以为你最近干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。她又不是你的人，我想干什么你管不着。纪晓鸥她就是我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我俩早就在一块儿了。在一起又如何？只要你们没结婚，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。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你说，如果让纪晓鸥知道你的毒贩身份，她还会理你吗？会。以前我觉得我离死很近，没资格喜欢别人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也是警方的人。只要我能立功赎罪，我的人生就还有希望。为什么我不能追求我爱的人？我不但要追，我还要疯狂大胆的追。就算纪晓鸥知道这一切，她也会原谅我。这是你亲口说的。原谅不代表爱，到底懂不懂啊？我说，是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啊？就算你没有误入歧途，你长得好看，琴拉得再好，你连你跟你妈的生活你都保证不了，你连未来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拿什么给纪晓鸥幸福？你不仅什么都给不了她，你还会成为她人生当中的累赘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小鸥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都可以满足她。她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跟我在一起，只有她想不完的福。你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瞧不起人是吗？你要有我这么一个家庭，有我那一个爸，你说不定混的还不如我呢。你在外边高高在上的，靠的还不是你老爸？没了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以为所有出身好的人
都可以不劳而获吗？不努力，不奋斗，钱会自动进入你的口袋里吗？做梦呢吧你！有多少跟你一样出身贫苦的穷孩子，通过自己的努力翻了身，而你呢，选择了犯罪，自甘堕落，用自己的人生换来钞票。佳宇，这是你唯一一个机会了。那些没有用的事儿，你再也不要想了。眼下是小美人和吴峰交易的关键时刻，我要你做的是打起精神，全力配合我。如果这一次的行动因为你而失败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那时候，展宇跟纪晓鸥走得那么近，你什么感受啊？担心呗。但当时我正处于侦破案件的关键期，又被刘伟搞得焦头烂额，实在顾不上那些。既然你都知道展宇不是诚心跟警方合作的，干嘛不把他抓了？刘伟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如果那个时候我碰他的手下，一定会被他察觉到。如果因为这个影响到最终的任务，不是因小失大吗？挺理性的。做人就应该理性一点，尤其像咱们这种当警察的，就不能太感性。听你这么说，看来是曾经做过什么感性的事儿，让自己吃亏了吧？那可不。跟展宇有关系吗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纪晓鸥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骗了。你心里在担心什么呢？以你对他们两个的了解，你觉得严谨会杀展宇吗？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没有答案。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？也许两个人都对我有所隐瞒吧。爸，小雨，姐，李阿姨情况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双侧的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，只能做髋关节的置换手术。那尽快安排手术吧。这样啊，国产的双侧17万，进口的双侧15万。展宇啊，时间还有，你去想想办法。另外，刚才检查的时候啊，你母亲一直胃疼，我建议你再带她去做个胃镜检查。林美琴患有胃癌，初步判断为初期，幸好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只要尽快切除癌变部分，再配合化疗，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。需要准备多少费用？手术加化疗费用前期至少需要准备10万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宇如此无助，他一直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，老天不但不可怜他，反而给他更多的惩罚。不好意思，姐。小雨，你别太难过，这不是还有姐姐吗？你不用担心费用问题，只管照顾好阿姨，这笔钱我来想办法。姐，这不是小数目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现在你不麻烦我，还能麻烦谁啊？相信我，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大概能借我多少呀？行，好，我尽快还你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嗯。谢谢。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特别靠谱？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高医生，李美琴家庭情况比较困难，她儿子还在读大学，这么多年看病已经花光所有积蓄。我这儿凑了12万，能不能先把她安排上手术时间，后续的钱我再尽快补上？李美琴，她的手术时间刚刚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？是啊，费用今天一早就交齐了。谁交的呀？他儿子亲自交的。钱哪儿来的？我问你，这么多钱到底哪儿来的？我一个朋友借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工作？联系方式是什么？你不会是问严谨借的吧？姐，你别问了，现在医药费都已经解决了，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。这里面有12万，你先拿去还给他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。姐，真不用，你拿着吧。救命要紧，听我的，拿着。谢谢姐。小欧，战宇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不过还等具体的病理结果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小欧姐，阿姨怎么样了？包给我吧。阿姨疼得厉害，怎么不打镇痛泵啊？我妈嫌镇痛泵太贵，就一直没打。阿姨，这个花不了什么钱，咱们别再让自己受苦了。能顺利手术，已经很感激了。这点疼不算什么。妈，咱医药费够用，你就打吧。够用也得省着花。妈已经够拖累你的了，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了。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
小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受伤了吗？没事。怎么骑车的？不看路啊？对不起，我刚有点走神。对不起就完了。哎，看见没？你给我蹭的啊？怎么办？我赔你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补漆就得好几千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先生，你把人撞倒在地，连扶都不扶，起来就张口骂人，你不觉得你有失风度吗？我这车刚买，昨儿刚上的牌，今儿就让他给蹭了。换你，你能保持风度吗？啥都别说，赶紧拿钱，我有事儿呢。多少钱我赔给你？拿2000块钱吧。2000，就蹭这么一点，你讹诈呢？就这么一点儿，我要他2000算便宜他了。刚才不是说赔我吗？啊，2000，你拿好了。嘿，小子，捡你的钱吧。他刚才明明在讹你，你干嘛给他呀？他不是觉得我没钱吗？我堵住他的嘴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犯得着跟这种人较劲吗？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阿姨今天出结果，咱们开心点。我就说没大事吧，花了2周就可以出院了。小欧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还有你妈妈，老是给我们做饭，太感谢了。阿姨，咱们就别说客套话。不是客套话，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还得照顾我们母子俩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就算我有个亲生女儿，战宇有个亲姐姐，也未见得有你对我们这么好。阿姨，我早把你和战宇当成自己的亲人了。战宇能有你这样的姐姐，就算是那天我走了，我也放心了。阿姨，咱们别说这种话，咱们熬过了这一关，再把关节换好了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给。哎呀，这以前连针线活都不会的方大小姐，居然在织毛衣，真是奇迹。那我织的毛衣，方大哥肯定穿着好看。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关心你。你和冯大哥现在什么情况了？挺好的。冯大哥答应了？那倒没有，只能说他现在不再拒绝我了。这么久的人都还没拿下，这搁你以前早就拂袖走人了。他说，自从乐乐生了病以后，他就没想着再找个伴儿，他怕拖累人家。可他越这样，我就越不想放弃。你说像冯大哥这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上哪里去找？这次说什么，我也会坚持到底的。哎呀，看着我姐妹如此执着的份上，我挺你。你说，咱们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？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呀？我现在就想着怎么帮战宇尽快的把他剩下的钱还给那个人。我不想欠这种人钱，一天都不想。我说纪晓雯，你怎么这么倔呀？严吉本来就欠你的，就算这8万块钱战宇不还给他，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就算80万，在他眼里也不叫钱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你看你现在天天在店里这么忙，你还有功夫想这些，你累不累呀？要我说呀，这钱就先欠着，什么时候等李阿姨的病彻底治好了再说。你就听我的啊。加上我那3万，还差多少？5万，还差5万。哎呀，我可真是没辙了。这站也就没有别的亲戚朋友了。
他有个姑姑，父母离婚之后就没有来往了。没事儿，还有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小雨，你怎么没在医院啊？我妈今天状态不错，我就来店里看看。你好，点单吗？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，你稍等。圆圆，2号桌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笑容了。姐，周4是你生日，我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还去医院照看你妈妈呢。吃个饭能花多长时间呀？人家战宇诚心实意邀请你，你就去吧。是啊，姐，这段时间我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你就给我个机会感谢你。那好吧，你请客我买单，心意到了就成。不行，必须我请。战宇，你就破费一次，请你姐吃点好的。行，那我选好地方再提前通知你。一连跟吴峰喝了3天的茶，虽然他还没有提及到毒品交易，但他至少已经把我当成他的贵人对待。可以啊你，居然在吴峰面前出尽了风头，这回六维想撇开你也没理由了。没错，这一波虽然走得惊险，但还算精彩。只希望接下来一切能够进展顺利。对了，吴峰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吴峰当年有过诈骗的犯罪前科。目前在广东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，不仅与当地黑道勾结紧密，还与金三角的人有过密切接触。他跟小美人应该是这2年才结识的。根据他之前的贩毒数目来看，此次的交易数额一定是巨大。我也派人对吴峰的人进行了地面跟踪，但他的人很警觉，我的人无法跟进。更多的信息需要你和 KK 来提供。KK 这小子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每隔2、3天就会跟我联系一次，跟你提供的信息吻合。看得出来，他已经洗心革面了。KK 已经是六子的得力助手，我猜测交易日当天 ，KK 跟六子应该负责走货。只要我能确定交易时间 ，KK 给出准确的交易路线，我一定可以将小美人跟吴峰人赃俱获。但愿一切顺利啊！哎，刘伟那边没发现你跟战宇的关系吧？暂时还没有。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啊。好。啊。来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别都打开，给人留点儿。我说我要吃了吗？我这大老远跑到山上来跟你见面，饭也没吃，走走腰都快折了。你好歹给我来一碗20版的泡面啊！等案子结了，别说1碗啊，100碗我都给你泡。还是大哥阔绰。如果二子还在的话，咱们哥仨在这儿喝着冰可乐，吹着小凉风，多惬意啊！是啊。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哎，佳宇，你迟到了。他就溜到那儿去了，已经提前给我报备过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吧，平时少拉琴，有空呢多锻炼一下。看你上个山呼哧呼哧的，哪像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。想当年我跟老程啊，在武警特战队。人都到齐了啊，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吧。
小美人跟吴峰已经签订了一笔水产生意的订单，并且下礼拜吴峰约我跟小美人在水产公司聚一聚。我猜测那一天应该就是交易日，并且刘伟还嘱咐我让我帮他疏通好利川路段的高速检查岗，他们下周3要走货。刘伟吐口了？那倒没有，他只是说运货车里面有一部分走私的象牙，那是他跟吴峰私人交易，让我帮忙照应一下。你那边呢？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他让六子和我负责交货，地点是利川祥云县萧口村的一个后山，时间也是下周3。下周3，利川交货，水产公司交钱，一定就是交易日了。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，你们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哎，成功在即，咱们可乐带酒庆祝一下吧。我不喝，要喝你跟他喝吧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小孩置什么气呀？你赶紧的。哎，你还挺记仇啊！我今天非得逼你喝了不成？来，喝。你俩有完没完啊？喝一杯就这么难吗？哼，幼稚。放心吧，战宇，你提供的情报对警方非常重要，事后我一定帮你争取最大程度上的减刑。将来你路还长着呢，啊！路走对了，才有的走。行吧，今天先走一个过场，等行动结束以后，请你们喝顿大的。来，来，一切顺利。距离脱身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，我觉得今晚梨园的夜色尤其美。我突然特别想念小欧，想念从认识他到现在的每一天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。我开始想象该怎么跟纪晓欧解释这一切，深埋心底的那3个字，该用什么方式对他说。小美人的案子一了，儿子可以瞑目了，老常的军功章又多了1枚，而我和纪晓欧也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。这个酒啊，是严总特意从家里给您带过来的。那我可要好好品品。来，合作愉快。来，合作愉快。怎么样？好酒，好酒啊！这次能跟您合作成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当然，这除了咱俩的缘分以外，重要的是我这里有一个法宝。海中金命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雷总所言极是，这大师说的太准了。时间到了，此时刘伟和货车应该已经到达收费站。目标已到达，可消毒准备。你好，检查一下货箱。哎，好。你们这运的是什么货呀？都是些海产品，鱼、扇贝。好了，走吧。走。
各小组准备。哥，货到了。 行动！梨园禁毒支队的，怀疑你们正在进行毒品交易，请配合我们检查。重复指挥着，这么大动干戈的。 别动！带走。万事齐备，跟吴总合作够爽快。来，各备。起身！都别动！别动！蹲下！不许动！梨园是禁毒支队的，请你们回警局配合调查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此刻，我只需要静静的等待，因为2分钟以后，眼前这扇门一定会被老程推开，然后我们2个人正大光明的离开这儿，去1/3痛快的喝一杯。 主编，怎么是你啊？在这儿得叫周警官。你可以走了。去哪儿？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当我看到小美人和吴峰的时候，我确定行动失败了，原因不得而知。 而我的卧底身份，容不得我有半点的失落，只能卯足精神把戏给演完。哎呀，你说那帮人啊，拿着人民的钱乱抓人民，那还得了？梅姐，咱们是不是得罪他们了？我这也没听说逢年过节还要打点禁毒支队呢。 怎么回事？好，我在回公司路上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本来想跟您好好聚聚的，
结果被警察搅了局，害您受了惊吓。刘总人呢？他已经到公司了。今晚我做东，还是刘总一块儿到我的1/3，吃点海鲜，搓顿酒，扫扫晦气。改天吧，我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啊，我晚上也约了人。那行，那咱们改天。哎呀，我这胳膊刚才被那帮人差点给掰折了，我得找一个店好好按一按。吴老板，回见。啊，赵小姐。胡老板，先喝杯茶吧。走。简总，没事吧？虚惊一场。没事就好，回去好好休息啊。换成了面粉。多亏了吴老板提醒我，我才留了这一手。没想到果然就被警察给盯上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师给吴老板算了，说这次交易凶多吉少，但如果能想办法平安度过去，那后面的事就万事亨通了。所以梅总不必着急，正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一切命数皆有安排。但是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万一有什么闪失。大师说了，我命里天生就有这么一个坎儿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想要逢凶化吉，非得在这悬崖边上走一走。这一劫咱们今天是渡过去了啊，往后咱们就顺顺当当。哎，吴总，这杯茶我敬。待会儿哪儿吃去啊？我得回庙里听讲座呢，先走一步。吴总啊，哎呀，我就佩服你这一点。这刚从悬崖边转一圈，还不抓紧时间享受生活啊？刘子，送送吴总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什么狗屁大事！老吴这次完全是歪打正着，真正救了咱们命的是一条价值20万的情报。说，考虑到交易在即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到指定的位置。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情报，他说警方已经知道了咱们交易的准确时间和路线，准备在交易中实时抓捕。然后我就悄悄地把货换成了面粉。既然知道有危险，为什么不取消交易呢？
为了把内鬼引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想想，好好的咱们怎么就被警察给盯上了呢？还清楚的知道了咱们的交易时间和路线。一定是他们的人就卧底在我们中间。你怀疑严谨？除了他，还能是谁？我这次之所以瞒着你私自改变计划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之前你也说过，严谨有没有问题，一试就知道。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总该相信我之前的判断了。但是严谨自始至终都不清楚我们的货里边藏有毒品，他又怎么给警察通风报信呢？严谨是什么人？他干缉毒警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咱们跟老吴见面，虽然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咱们在干什么。严谨只是不说罢了。我让他帮我疏通高速检查站，其实就相当于把交易的时间和路线告诉他。但是知道交易地点的只有你的人，警察为什么会出现？如果不是严谨想办法查到了交易地点，通知了警方，那就是我的人里面出现了双面间谍。我现在怀疑是六子手下的那个 KK。KK？ 这个 KK 是六子新发展上来的，除了他，其他知道交易地点的都是在这条线上看了几年的兄弟。现在突然跟警方打交道的可能性很低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 KK 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，就是他平时在泗水流年打工。纪晓鸥的咖啡馆，你说巧不巧？所以严谨跟 KK 认识。这个我还不能确定。反正我对这个严谨是从来都没相信过。这次的事儿，我不信跟他没关系。你就等着看吧，他的尾巴很快就露出来。既然要查内鬼，就给我查彻底。我不要猜测，我要证据确凿。还有，在此之前，不要再自作主张做任何决定。你放心，不管这个内鬼是谁，我都连根带泥给你揪出来。说了那么多糟心事儿，说点高兴的事给你听。今天是禁毒支队的程副支队长亲自带队围堵现场。程副支队长太辛苦，一个人开车回梨园的路上，被一辆卡车给撞了，场面相当惨烈。今天对警方来说，真是损失惨重的一天呐！上线生死围堵，下线一定会沉不住气。我在医院安排了人守着，如果有人去探望程副支队长，他内鬼的身份不攻自破。干得好！辛苦你了。战宇背叛你了。看来赵警官跟我一样，对战宇寄予了厚望了。这应该就是你刚才自己说的，因为感性的选择而吃的亏吧？没错。具体说说吧，战宇是怎么背叛你的？去年的10月25号的晚上，你们这儿有人打架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工作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碰上，印象非常深刻。
那你能跟我简单的说说，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吗？那个被打的男孩啊，提前订了我们餐厅最好的位置。那晚呀，他跟他的女朋友啊正开心的用餐，忽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大高个，就把那男孩给打了。先是在餐厅里边打，后来啊又把人拖出去餐厅外边打。哎呦，那叫一个惨！那天晚上的监控视频还留着呢吗？我能看看吗？这年头，这年轻女孩可真够乱的，勾搭一个老的，还得再找一个小的。你当时还记得他们说过什么话吗？好像是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因为这个男孩吵架，这女的后来急了，说她就喜欢这个男孩，让这男的死心。这女的说喜欢这男孩啊？就是这时候说的。你看，你看，那男的脸都给气绿了，还扬言要杀了这男孩。杀了他？没错，这男的当众说的。哇，吴小鱼来了，小欧辛苦了。今天是小欧生日啊，我们来祝小欧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天天开心，赶紧找个男朋友。小欧辛苦啊，烧那么多菜。辛苦的是你们俩，我亲爱的老爸老妈。最近啊，为了战宇的事情，忙里忙外，操碎了心。作为战宇的姐姐，我得好好孝敬二老。哎呀，说的我啊，好像多了一个儿子似的。你就是多了个儿子。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认战宇当干儿子吧。哎，我看行啊。你妈想当初啊，就想要个儿子，这回算是攀上了。这一个女儿就够我操心的了。小啊，这个鱼味道不错啊。我跟冯大哥学的。哦。哎，小蛙，你准备帮他们母子俩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想再让我帮他们？你乐善好施是好事，但你现在自己还一脑门的官司呢，有时间是不是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？虽然战宇和他妈妈都是知恩图报的人，但是你不是富二代啊，你能接济他们一辈子吗？战宇啊，他总有毕业工作的一天，我相信啊，他一定能撑起这个家。万一他找不到好工作呢？战宇的琴拉得这么好，再找不到工作，那天理何在呀？虽然说现在音乐圈是不太好混，但他可以当老师啊。培训班有多贵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只要战宇努力，一定可以的。如果他出国进修，到时候他妈妈谁来照顾啊？交给你吗？哎呀，他妈妈只要做完手术就可以站起来了，那战宇出国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小欧分析的对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就别操心啦。我是担心他，想给他提个醒，但愿战宇啊像你们说的这样。来吃鱼，多吃点。这刚落地就跑我这来了，你去找冯大哥啊？这不是赶来给你送生日礼物吗？生日快乐啊，我的妞！祝你这只大鸟越飞越高。好漂亮的杯子呀！谢谢我的方大小姐。哎，今天晚上战宇不是要请你吃饭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他刚刚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学校临时有事，让我晚点再出发。那你赶紧上楼捯饬捯饬，这儿我盯着。我吃个饭捯饬什么呀？人家战宇请你吃饭，你好歹穿得好看一点吧？我这身不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走，上楼我给你捯饬捯饬。不用了，我还忙着呢。我吃个饭为什么要穿那么隆重啊？你真觉得战宇今天就是给你过个生日这么简单吗？不然呢？我的第六感，战宇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动作。你的第六感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老冯能把你收了？别转移话题。如果今天晚上战宇跟你表白，你怎么办？
我只能把话明明白白跟他讲清楚。你真的不给小鲜肉一点机会吗 ？No。我都替战宇感到心痛。赶紧换衣服去吧。请问您有预定吗？哦，有的，好像是战先生订的位置。啊，里面请。姐，这边。谢谢。小雨，你怎么挑这么贵的地方呀？现在钱包里面钱收手是吧？今天姐过生日，当然得来一个好点的地方。但你也不用挑这种地方呀。你好，先生，这是您点的红酒，请您看一下。您的鳕鱼沙拉，请慢用。请慢用。这个李阿姨马上要化疗了，后面还有关节置换手术，有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我要知道你要选这么贵的地方，我就不会来。姐，你别急，听我说，我早就计划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带你到这儿来吃饭了。这顿饭1分钱都没花，是我在这里兼职1个月，拉钱换来的。我妈手术这段时间，你一直为我们操心劳神的。你过生日，我理应当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。所以，今天就不要考虑钱的事了，跟我一起共享这顿美好的晚餐，好吗？臭小子，就这么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遵命。果然还是贵的酒好喝。姐喜欢就多喝点。怎么不接呀？骚扰电话。姐，你吃点这个面包。谁啊？哦，就一个朋友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顺便去趟洗手间。找我干嘛？佳宇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有重要的事儿找佳宇，我必须要见他。我告诉你，严谨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在接这通电话之前，我很不争气地对严谨抱有一丝幻想，心想也许他还记得我的生日，但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。Hurry, my lover, I'm still waiting for you. Let us arrive at sun. Reading our letters.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有，就店里面一些琐碎的小事儿。
咱们开始吃吧。嗯，来，小雨，姐敬你一个，谢谢你那么用心的给我过生日。生日快乐。 Close my eyes and sing the echo of your name here. Let me tell you a lie, I'm not loving you. There was som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. I wish I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, my love. ”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小娥姐！谢谢。快许个愿吧。小雨，我还给你准备个礼物。这些照片是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拍的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？开心都来不及。那这礼物你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谢谢小雨。姐，我有句重要的话想对你说。小雨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说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姐姐就像阳光一样耀眼。即使我闭上眼，我也能够看到你，感受到你的温度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将来你一定要嫁一个好人，因为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女神。小雨，
你也是我心中的那一缕光，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这么特别的礼物，一定要照张相。我们俩一起照一张。笑一个。来，你拿着。跟我出来。姐，你先拿着。我让你给我出来！打起来了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让开！别碰小欧姐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你有病啊！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他该打，我今儿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敢！严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小雨才是我珍惜的人，你再敢动他，我跟你没完！纪晓欧，你不要再被他给骗了，他不是你想象那种人，他就是个人渣。我是人渣，你是什么？你不就是个富二代吗？你在外边呼风唤雨，靠的还不是你们家？你牛什么呀你？走！哎，小姐，您可不能走，您得赔偿我们的损失。谁打找谁赔。哎，小姐，您可不能走。您看您朋友打成什么样了，我跟他们可说不清楚，还有餐费没结呢吗？我弟不是他已经结了吗？他说用完餐之后结。你给我让开！你要打死他！他就是个害人害己的畜生，他活该！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儿？姐，你别管我，你先走。振宇，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，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欧看看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姐，毁了你的生日。你和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大事。我明天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小雨，小雨，你在吗？你在的话，开门啊！来，大家好，谢谢。李阿姨，哎，啊，小欧来了，这几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能吃能睡，就是腿不好，下不了床。啊，这是小雨特意给我请的护工，他最近学校里边忙，所以你呀也不用总往医院跑，安心忙你的啊。小雨她一直没来看你吗？他们学校年底有演出，最近就忙着排练的事儿。大姐，她请你来照顾几天啊？给了我1周的工钱，说到时候再连线。那这个给我吧，谢谢。
你在餐厅里对严谨说：“战宇是你珍惜的人。”你现在能跟我具体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没什么意思，随口的一句话而已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在严谨面前承认了喜欢战宇？我承认，我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气严谨，行了吧？那你的效果可真达到了。那句话确实深深地刺激到了严谨。我怎么知道他会对战宇下这么狠的手？躲我什么？找我干嘛？战宇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有重要的事儿找战宇，我必须要见他。我告诉你，严谨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喂，喂。喂，我是严谨。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？战宇跟纪乔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现在看人姐弟俩亲密，你受不了了？现在着急了？早干嘛去了？你还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战宇还知道带姐姐吃顿大餐，你干嘛了？我就问你，战宇和纪乔他们俩在哪儿？我告诉你啊，无可奉告。出车祸了，现在 ICU 抢救，你赶紧过来。喂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说老程出事儿了，你赶紧来医院。叶深，我现在有重要的事要做。哥，医生说他有可能挺不过今晚。他一定会没事。稍晚点我会过去看他。我现在真的有急事儿，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查一个号码的位置。我让人根据那个手机号，在市区最繁华的商圈，给出了一个方圆200米的搜索范围，有那么2、3家高档的餐厅是比较有可能的，剩下的就得你自己去找了。哥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
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还想跟我说？不是你还有谁？说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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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我妈得了癌症，急需要做手术，我需要钱，我真的很需要钱。你为了钱背叛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别说20万了，200万我也可以给你。我管谁要钱，我都会要你的钱。你就为了你那点狗屁自尊心，老程都被你给害死了。老程怎么了？刘备派人把他给撞了，这一切都怪你所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，你以为警方抓捕是做游戏吗？啊！这半年来所有的努力，全因为你白费了。小美和刘伟已经知道我们之间有内鬼，你觉得我俩还能活多久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妍姐。滚！你给我让开！你要打死他！战宇，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，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鸥看看。你走！今晚所有的损失，你找我负责。我那时候是彻底的搞砸了，亲手毁了纪晓鸥的生日。但我到现在我都没法理解，你说战宇干了一件这么缺德的事儿，不但没有一丝懊悔，还有心情泡妞。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没心没肺。你说战宇因为自尊心不想借你的钱而背叛你，这理由解释得通吗？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事儿听起来特别荒谬？就为了这20万，可以抛开大局而不顾。你们说，这是正常人干的事儿？事儿办完了吗？你怎么还不来啊？给老程的治疗会诊反馈的结果很渺茫，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，你赶紧过来看看他吧，哥。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，腌的还是以前的腌子。我突然想起6年前的那一天，1020任务刚刚结束。我清醒后，第一眼就看到老程。我问他：“儿子回来没有？”他一言不发，只是不停地拨绳子。然后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战宇犯了这么大错，你是不是特别恨他？就是因为他，害得老程到现在都醒不过来。我承认，那天晚上我确实失控了，我每一拳都是在发泄，我真恨不得。继续说呀。你是不是又想套我的话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战宇不是我杀的，你怀疑我也没有用。接着往下说吧。后来又发生什么？老程的昏迷不醒，导致我与警方彻底失联。而刘伟那一边已经派人盯上我了。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刘伟的内鬼调查。如果刘伟找不到内鬼，小美人跟吴峰的下一笔交易就不会进行，我的任务也不可能结束。更为危险的事儿，自打打人事件后，战宇消失了。他作为除了老程以外唯一能够证实我身份的人，只要他对刘伟开口，我必死无疑。为了自保，我不能去找战宇，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原地待命。严总，现在店里的海鲜已经改从四海渔场进了，他们给的货又新鲜，而且价格又便宜，干得不错。你给这么高的工资，我没理由不好好干呀。行，忙去吧。严总，战宇借那20万他还你了吗？我跟战宇的事儿你不用管啊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看着小欧找不着战宇，他急得要命。我接个电话。哎。喂。严姐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跟那20万有关？你觉得我在乎那20万？纪晓，你长点心吧。我劝你，别信战宇那个骗子。严总，有人找。严总，刘总让我请您去喝茶。稍等一下，店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安排一下。刘总找您有急事儿，请吧。路有点远，严总睡一觉就到了。不是喝茶吗？睡什么睡？我深知自己正前去赴一场鸿门宴，那一路开了至少有1个小时，车应该早已远离城市和人烟。如果今晚我死在刘伟的手里，恐怕尸首都不会被人发现。刘总来了，来坐。刘总今天请我来这么别致的地方，唱哪出啊？
等我一下啊，我把这点肉收拾收拾。你以前做学徒的时候，跟着屠夫学杀猪，后来啊，还就套上这口了。看来刘总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啊。走私的向阳没送到老吴手上，却被警察给盯上了，还连累了梅姐和严总，我这心情能好吗？打呀！谁啊？不认识。